大家好，我是苏磊医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第15个话题，就是静脉曲张，我们一定需要手术治疗的吗？其实说到手术呢，大家都不是很乐意，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己在身上动刀子嘛，所以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，这种戒备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客观的说，静脉曲张这种病呢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讲，它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重。那么我们解决它的主要的问题手段主要是靠手术，一般的药物治疗，包括我们的生活护理治疗，解决不了它。药物治疗呢，仅仅可以改善症状。而我们穿弹力袜也好，把腿抬高也好，经常锻炼也好，有可能是减缓静脉曲张的进展，但是没有办法达到静脉曲张的治愈的效果。大部分人是最终需要手术治疗的。对于一些特别早期的，我倒不建议特别积极的去干预，比如毛细血管扩张，就是红血丝、青血丝比较多的，如果不从美观角度来考虑，完全可以等待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对于青红血丝觉得特别的影响美观的人，也有寻求治疗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要做一个深入的评估，看看我们的内部血管到底有没有问题。这种我们常见的青血丝、红血丝，很多年轻的女性皮肤比较白嫩的，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临床的治疗上来讲呢，主要是靠这种硬化剂的治疗。硬化剂呢打进去之后，这些血管可以是没了，但问题在于说，因为它的静脉高压的原因解决不了，所以它很容易复发，可能需要多次的治疗。像这种呢，就属于进入了第2期了，它会逐渐的出现这种扭扭曲曲的血管，越来越重，到第4期出现了腿部的色素沉着，摸起来硬硬的，这种皮肤弹性就下降了。这样一来呢，它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下面的血管，随着在时间延长，就会出现溃疡，再溃疡，看到了没有？当然这一期和这一期的区别在于说，这个溃疡无论怎么去治疗，不手术解决不了了。这种情况呢，有可能间断的还会好一好。像后边的这个图，一个是静脉血栓，一个是破裂出血，这2种类型呢，并不在这个分期里边。但这2种类型是什么情况呢？会有致死的风险。比如我们这静脉血栓，之前提到了深静脉血栓可以脱落嘛，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，肺栓塞。像这种类型呢，会导致破裂出血，有的人会因此而休克，甚至说丧失生命。所以静脉曲张了解分期也很重要。